你也许很确定自己的 MBTI 类型，又或者是难以确定自己的 MBTI 类型。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期视频都会极大的帮助到你。这期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看在探索自己的 MBTI 上最常见的误判原因有哪些。我会结合自己的血泪教训，方便大家理解。误判原因一，16P 以及自我报告偏见 （Self-Report Bias）。你只需要打开浏览器，网址这里输入 16personalities.com， 然后根据这里的测试结果来判断自己的 MBTI， 那你就很容易搞错了。因为 16P 网站的人格测试只是基于 MBTI 的框架和格式，然后往里填充了大5人格的内核。他们官网自己都说了，是彻底不考虑 MBTI 的理论来源，也就是荣格的心理模型的。用原话说，我们和 MBTI 与其他荣格模型的理论不同，我们没有纳入荣格的概念，例如认知功能或者其优先顺序。我们重新通过大5人格特质的人格维度进行了设计和调整。当然 16P 这样做有自己的原因，这不能说它是糟糕的测试或者量表，但是在探索自己的 MBTI 上，它算是众多测试中能够最轻松的帮你搞错的了。那其他的 MBTI 量表测试就不会误判吗？当然不是。整体来说你但凡做题去描述自己，就必然存在着 self-report bias， 也就是自我报告偏见。我们在通过题目描述自己的时候，描述的可能是理想的自己、一厢情愿的自己、被迫接受现实的自己等等等等。甚至我们可能确实对自己的了解并不完善，随着成长，我们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样一面。这种成长阶段大家肯定也都遇到过。拿我自己做例子，我高中时候对自己的自我认知和我现在绝对不一样的。那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对情感很敏锐，特别喜欢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等等。一个同学忘了和我一起回家，我能为这个事儿想一整周。他是不是讨厌我了？我哪里做了得罪他了？但是随着我的独立，我意识到，因为那时候我没有选择，我每天不得不面对老师同学这些关系，不是说这个关系让我痛苦，但是我确实逃不开，我也想象不出我避免后会是什么样。但是当我独立后有选择时，我发现自己其实有可能的话，还是不想去面对别人太多的情感的，哪怕是积极的，我也很容易觉得你开心就好啊，我心里替你高兴，但是分享给我好像也不用那么麻烦吧。所以所有的 MBTI 测试结果，但凡让你自己选择答题的，都只能当个参考。就像高中时候的我做 MBTI 题目的答案和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但这不是说我的 MBTI 就变化了，因为确实我很清楚高中时候我对自己的认知是不如现在更加完整的。误判原因2，自我实现预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你只需要特别认同16人格中的某些人格，如果你再有点排斥或讨厌另一些人格，那你很难避免误判 MBTI， 因为这时候你很容易陷入自我实现预言中，你会获得一种超能力一样的东西，可以自动过滤接触到的所有信息，只留下那些符合你已有观点的，听了让你感觉果真如此的。这样你认同的人格你就会越来越认可，不断的觉得果然如此，甚至你会开始有意无意的去调整自己符合这个人格。对于那些会让你产生怀疑的信息，你可能很容易的就给自己找个理由搪塞过去，而你排斥的人格你就越来越排斥，用不了很久你就可以很坚定的相信，我都了解过那么多了，怎么看我都是我认同的那个人格嘛，我和我排斥的那些人格差的也太远了吧。比如刚接触 MBTI 的时候，我特别认同 INFJ， 神秘、温柔、博爱。怎么把我不为人知的优点都说了？然后我看到说 INFJ 很容易共情，又很容易抽离，然后想的很多，好像行动起来非常的慢。我就觉得，哇，天哪，这不就100%的我超容易共情。以前我在路边看到乞丐，我都会掉眼泪的程度。我又很容易抽离，
可能大家都沉浸在一个聚会中的时候，我好像一个旁观者，不断问自己我在干嘛，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然后我也想的超多，一个事儿翻来覆去的想，我到底该怎么做才最好，我行动也超慢，我有很多计划和梦想都是在种子阶段，全都在我脑子里，根本就没开始。那时候同样我也看到过书上讲INFJ 的共情呢是不太容易关掉的，抽离呢是因为自身投入在内在的世界中，想了很多是因为希望事情尽善尽美，提前去做好充足的预备与计划，而不是留给随机应变。这些部分其实我不算特别符合，因为我真的蛮容易关掉自己的共情的，甚至我经常去克制自己的共情，告诉自己别人没什么好同情的有因必有果，这些都是合理的。就是同情的时候我可以超同情，不同情的时候超冷漠。而我的抽离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外在世界太无聊了，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了，然后我的内在世界我想找点什么乐子想象一点什么玩一下。如果外在世界有我能够投入并且参与的活动，我巴不得一直投入在里面呢。最后我虽然想很多，但是好像真的有一点点空想的感觉，就是并不是真的在耐着性子做预备工作，去做筹划去做预期。我经常其实是很享受自己随机应变的，但那个时候就刚接触认识自己认为是 INFJ 的时候，这些不符合的因素我都很下意识忽略掉。有时候我还会告诉自己，那些不符合的描述只是某一些特别典型的嘛，不是每个 INFJ 都这样的。但是每次我有意无意的按照我心目中 INFJ 的样子行事为人，我就又会特别坚定的告诉自己，你看这果然就是 INFJ 吧。回头看看我们都会发现，当时我真的在把所有的信息都朝着对我自己有利，能够去证明我已有结论的方向推动。符合的我当然成铁证，当成 INFJ 的核心，不符合的我当成可有可无的边角料。正好那时候我又刚开始工作，然后和一个测试出来 ESTJ 的老板矛盾很大，我就超级坚定的觉得我们 INFJ 和 ESTJ 果然相性不合，我们 IE、NSTF 都是反的，果然不行。但是我都没有想过，按照这个逻辑我们都是 J 人，为什么我对那个老板要求要有计划性，要求要有结构感觉特别的自闭。你别说，那个时候开始我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怎么看怎么像 ESTJ， 又喜欢挑刺，又爱管人，又不讲情理。但这些特点其实压根不是 ESTJ 的特征，只是我自己在自我实现预言下对 ESTJ 那些描述的带着偏见的二次加工。误判原因3，归因偏差 Attribution Bias。如果你认为有的人格不会做或者不擅长某些事儿，或者有的人格一定会做或者擅长某些事儿，那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误判，因为这样你就逃不开各种各样的归因偏差，也就是你建立了错误的因果关系。生活中很常见的归因偏差就是别人通过努力获得了成功，然后你觉得这是别人运气好或者天赋好，而我们自己获得了成功，就觉得是我们自己打拼的结果。当然也有可能反过来，我们自己获得了成功，却总觉得是因为运气，因此内心时常在焦虑和不安中。而有了 MBTI 之后人格类型真的成了特别方便又特别有弹性的归因方向。有时候它可以成为挡箭牌，有时候它又可以成为荣誉丰碑。真的太好用了，超有诱惑力，好不好？什么？他在这里做的比我好？没办法，我这个人格就是这样。无所谓他怎么做这种事儿他多半是那什么什么人格，嫌弃。哇，你看这个天才跟我一个人格，不愧是我的人格，自豪。当然很多人可能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但是却还是会不知不觉地被它影响到。产生归因偏差的根本原因其实有2点，一点是我们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归因，比如上面提到的做法，通过这种归因我们可以逃避自己的努力可以凭空去获取荣誉感和价值感，可以去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自以为自己理解透了世界，理解透了别人。
站在了认知的制高点。而另一点呢，是我在 MBTI 话题下更加常见到的，而且往往产生这种归因偏差的 MBTI 爱好者本身其实很努力的想去正确的认知人格，那就是找不到其他归因方式了。当你除了 MBTI 手头没有其他工具或者理论知识去解释你眼前的信息时，那你难免就会归因到 MBTI 上去嘛。我真的非常的理解。举个例子啊，如果你不知道父母不同的养育模式会给孩子带来怎么样不一样的影响，那当你觉得自己很擅长去看人脸色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这是不是 F 人的特点。但是实际上在父母会动用比较严厉的惩罚手段的家庭中，学会看人脸色算是孩子小时候很容易养成的生存技巧啊。挨打会疼啊，那看爸妈的脸色，少挨一顿揍，少挨一顿骂，这是一个正常小孩都会想要去努力学习的东西。拿我自己做例子啊，一直都会有人和我说，你做视频说话那么委婉，你表现的又比较温和， FJ 人格的气息都溢出来了。但是这些事情难道除了归因到 MBTI 没有其他的归因方向了吗？有没有可能只是我希望给大家比较轻松愉快的观看体验，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账号定位呢？有没有可能我只是确实在成长经历和我的学习生涯中经常被提醒他人观感的重要性，所以会特别留意到呢？当然这种归因偏差我自己也是犯过的。我因为以前小时候家长脾气比较急，真的对别人不愉快特别的敏感。我一开始接触到 MBTI 的时候，非常自然的就把这点归因到了 F 情感偏好上。而我自己从小贫血，所以在运动上挺容易感觉格格不入的。比如别人要围着体育馆跑10圈，我只需要5圈啊。我一开始也很自然的把这个归因到我是 INFJ， 所以我的 SE 外倾感觉这个 S 偏好非常的弱。没错啊，小丑就是我自己。如果我们真的客观的想一想，相同的人格，一个从小被家里放养自由自在，另一个从小就需要服从很多的规训和管教，他们在待人接物上有所不同，这才是正常的。同样相同的人格，一个身体强健有先天优势运动的人和一个相对比较体弱多病的人，他们在对待激烈的身体活动、运动之类需要身体的事情上，那肯定也是有所不同的。人格在里面是不是一定有影响呢？肯定有，但是影响的更多的不会是一个人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而是一个人为什么喜欢做一件事，是一个人的心理能量的消耗模式，而不是他的表现。比如同样是 SP 人格，身体不好的 SP 人格可能喜欢看书啊，因为可以全身心放空脑子去沉浸在文字描述的故事中，不断获得阅读体验。而身体好的 SP 人格，在相同的底层驱动下，可能喜欢的就是极限运动啦。但是好像极限运动又会很容易被归因到 SP 的人格这里，看书却不会。避免这种归因偏差的方式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排除法，排除掉归因其他方向的可能性。当归因势不可挡地指向某个人格或者某个认知过程的时候，你也就多了一份在 MBTI 框架下对自己更进一步的认知了，不是吗？误判原因4，后视镜偏差 Hindsight Bias。 当我们拿着已经获得结论的东西去回顾自己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活动时，有时候也会带来对自己的误判，因为我们非常容易陷入后视镜偏差的影响中。什么是后视镜偏差呢？就好像你看后视镜一样，你看到的永远是你后面的东西。说的通俗的样，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当事后诸葛亮。一件事情已经有结论后，我们可能会修改我们的记忆去迎合这个结论，有一种我早就知道，果然就是这样，哪怕其实我们当时压根就不知道。我们回看的时候也容易修改记忆，让自己觉得自己早就知道了。后视镜偏差在误判 MBTI 上有2个方向的影响。一个方向是它会让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的直觉挺准的，有一种我其实一眼就看穿了本质，我早就发现了这件事背后的规律的感觉。没错，
它容易让人自以为自己是 N 人，也就是直觉型的人格，无论这个人本身是不是。拿我自己做的例子吧，我大学旁边有一家日料店，然后有一天它突然关门倒闭了。我当时回顾一下我去那里吃饭的经历，就有一种感觉，哇，我以前就看出来了，它这个运营模式肯定会倒闭的。然后我还和我同学大谈特谈这个话题，分享说我之前就看到他们的服务员是如何的心不在焉，然后菜品明显有质量下滑的趋势，客流量也是高开低走的模式，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他活不过这个学期。然后我同学就问我，那你为啥每次吃饭约我来这儿呢？这么不看好这家店？然后我的解释是因为离得近方便嘛，当时是我下意识想到的原因。但是后来我认真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经常和同学说这家店的沙茶酱特别好吃，在我们那儿算是难得好吃的东西。它倒闭什么的，我压根就没有提过这种事儿。要是我不去认真的想它，也许至今我还会和别人说，你看我其实预测的很准的，当时我觉得它要倒闭了，果然下学期就不行了。而后视镜偏差还有另一个方向上的影响，它会让我们歪曲自己过去的记忆去契合现在已经获得的人格类型的结论。它和我们的自我实现预言简直就是双生花，你知道吗？自我实现预言让我们在未来得到了结论后，怎么看怎么像，好像最后真的就活成了我们以为的那个人格，当然仅仅是以为的。而后视镜偏差让我们得到结论后，看自己的过去，怎么看怎么符合，原来之前的很多言行举止心理活动果然就是这个人格的特点啊。比如我特别认同自己是 INFJ 的时候，我回看自己的高中生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努力去讨好别人，然后想要融入大家的人，就是怎么回顾都能找到符合 INFJ 的影子，好像那时候我就是一个细腻敏感温柔给人如沐春风的形象。当然我没有在脑子里很清晰的对自己说我就是这样的人，这也太羞耻了。但是我自己能感觉到我对高中时期的自己留下的模糊印象大体就是这样。但你知道吗，在我们学校发的高中同学录上，大家给我的评语是什么？犀利的嘴炮。我现在回头看，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当初会这样歪曲我对自己高中的印象。因为我明明高中经常和老师争辩，而且吐槽同学特别不留情面。你说细腻敏感温柔这些还能算我的内在品质，勉强。但是如沐春风可能跟我真正的形象差得有点太远了。我之前还做心理课作业的项目的时候就搞怪，悄悄拍了同学上课开小差抄作业的录像作为素材把同学整得都无语了。我想这可能不会给他们什么真正如沐春风的感觉。误判原因5，达克效应 Dunning-Kruger effect， 这算是自己最难察觉的误判原因了。虽然前面4个误判原因也是难以察觉，但这个更难。前面4个有点像是你拿尺子量歪了，这个呢是你拿错尺子了。达克效应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在一个领域越不熟悉，越不擅长，越容易对自己的评估错误。像我用过的比喻一个小学生可能很容易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擅长数学了，但是一个数学家却总是会觉得自己还不够擅长，觉得数学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而在 MBTI 的语境下也是这样，我们偏好什么，在大部分情况下会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它上面，也会让我们对它更熟悉，探索得更深。打个比方，ESFJ 和 ENFJ 会理所当然的去调和周围的情感，但是在自我分析和定位时感到模糊和迷茫，特别消耗心理能量，巴不得想要询问别人的观点、别人的态度、想法。ESFJ 和 ENFJ 可能反而会因为自己太熟悉这种对周围情感的调和，然后觉得我总是可以让大家更满意的，总是可以更和谐的。他们因此对于达成情感调和的标准就会非常的高，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很清楚上限还远着呢。但是在自我分析和定位上，他们很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就很低，亦或是
很容易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已经做到竭尽全力了，因为他们看不清楚这个上限和下限在哪里，一直在雾里看花。这时候 ESFJ 和 ENFJ 很可能就会告诉你啊，我觉得我调和情感上做的不够好，但是我能感觉到我在自我定位、自我分析上我做得特别努力，特别花时间花精力去做。于是他们很可能就会误以为自己其实特别像是 TP 人格，因为 TP 人格的常见描述就是他们很倾向于去做这种自我分析和定位，而在调和情感上比较欠缺。所以我真的经常遇到觉得自己特别有大局观的 SFP 或者 STP， 把自己误判成了 NFJ 和 NTJ， 有觉得自己特别重视直觉和灵感的 SFJ 和 STJ， 把自己误判成 NTP 或者 NFP。至于反过来的情况恐怕不常有，因为结合上面那些误判原因，大家更容易把自己歪曲成更受欢迎看起来更有深度的 N 直觉型的人。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数据我最近有咨询或沟通的8个觉得自己是或者被大家公认是 NTJ 和 NFJ 的里面有7个都是 SFP 和 STP。真的从统计意义上，如果你怀疑自己是不是，那多半考虑一下换一个方向理解自己嘛。然后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 ISTP 嘛，和前面的 ENFJ 正好反过来，我在自我分析和定位上一直都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够，但是在调和外部情感上，我经常觉得我有一种鞠躬尽瘁，我就差死而后已了。很早之前我刚做视频的时候，就有人嘲笑我说，你看你自己研究生学的是冲突调解你怎么都调解不好和别人的冲突，还在评论区跟别人怼起来，让别人讨厌你。当时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都做到这个程度了，你还要我咋地？我们 FJ 人也不是软柿子，也会生气的好不好？但是客观来看那种自我认知其实就是深陷在达克效应里的。我以为我在这里做得很好，实际上恰恰是因为我没有正确的去评估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和谐。毕竟学校理论和现实第一人称的实践区别真的还蛮大的。我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和别人的关系，我却自以为自己已经做到极限了。当然知道归知道，我只能说我仍然在寻找自我与他人的平衡吧，也许这是一辈子的功课。看到这里，有没有哪个误判原因戳中了你，让你觉得心里一紧，或者反应过来自己似乎也被影响到了？欢迎留言我们一起探讨探讨。最后有一段心里话想送给所有在探索 MBTI 的朋友，如果你因为找不到自己的 MBTI 而焦虑其实这个焦虑本身就需要让人警惕，因为当你急切的想获取一个确定的结果的时候，你最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没有确定的结果并不是坏事，恰恰说明了你在对自己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探索，这个过程才算是最美妙的。甚至我会特别羡慕所有在探索中的人，可以获得这样有趣的体验。真的没有什么好着急或者焦虑的，确定的结果和不确定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获得了多少对自己真实的认知，知道了4个你自己都不完全清楚意味着什么的字母，有啥用呢？那真的只是图个乐呵了。这里刷刷，陪你一起走进专业又有趣的人格类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